我是恶毒女配的朋友，等我赶到京城的时候，她正在一个破庙里等死。喂，不考虑求求我吗？我蹲在江林欢面前，他扯了扯嘴角，又倒吸了一口冷气。你怎么才来啊？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说完就晕过去了。蠢货！回府传太医。我将江林欢小心翼翼地抱起，明明走前千叮万嘱要好好用膳，不过1年光景，怎就受托了形，抱在怀里轻飘飘的。太医诊脉开方后，我守在榻边，听着侍女细禀这1年来的桩桩件件，笨死了，连封信都不晓得递来。左右他未醒，听闻今日是江丞相府那位大小姐的生辰，索性点了人，径直往江府去。江府正厅一派和乐融融，江老夫人高坐主位，指着堂下满箱的珠光宝翠，对下手的江林一笑道：“这些首饰啊，就数戴在你身上最相称，日后常带着来我院子里走动，祖母瞧着也欢喜。瞧瞧，吴家有女初长成，真是个美人胚子。”江林一满面羞红，引得满堂哄笑。连素来寡言，与江林欢不甚亲近的长子江林素，嘴角也噙了抹笑意。小妹，生辰极乐。江林素递上一只木雕发簪，雕工细致。大哥好厉害。江林一接过，迫不及待地簪上发髻，眼波流转间带着娇憨。只是大哥这簪子，是每位妹妹都有，还是独独我有呢？江林素抬手替他正了正簪子，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自然是独于你一人，旁人也陪我费着心思。他眼底的轻视，让我忆起前些年江林欢生辰，江林素破天荒送了一只素银簪，他便欢喜的不行，巴巴的去求张成那莽夫给江林素谋了个职缺。张成为此在我跟前嚎了半宿。来，这是娘给你的。江夫人笑着推过一叠契书。哇，这么多铺子，都是给我的。江林一惊喜地捂住嘴，不给你给谁？江夫人宠溺地点点他额头，你可是我们江家正经的嫡小姐。满堂宾客附和着，礼物流水般呈上，件件金贵。连素来威严的江丞相，此番所赠也远超往年给江林欢的任何一物。天哪，我定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女娘了。江林一雀跃着，依偎进老夫人怀里。江林素又取出一方锦盒，打开是块水头极足的玉佩，这是太子殿下托我转交的。呀！江林一惊呼，脸上飞起红霞。太子殿下待你可真上心。有人打趣，这玉料瞧着就非凡品。殿下说此乃皇后娘娘所赐。江林素补充道，皇后娘娘对你甚是赏识啊。满堂又是一片赞叹艳羡。哎呀，你们尽取笑我。林一要羞死了啦！江林一扭身埋进老夫人怀中，引得笑声更盛。这矫揉造作的姿态，不及阿欢半分灵动，偏学那戏子捧心，刺眼。我在门外听得逆反，示意暗卫松开拦阻的管家，抬步而入。本宫不请自来，江相爷不会怪罪吧？堂内霎时死寂。微臣参见公主殿下。殿下驾临，蓬荜生辉，有失远迎，万望恕罪。江丞相率先反应过来，撩袍下拜，呼啦啦跪倒一片，只余江林一呆立原地，满面无措，显得格外突兀。暗卫1号无声地在他膝弯处一踹，不敬公主，该罚。冰冷的声音响起，江林一惊呼一声，重重扑倒在地，正摔在我脚前。江家人面露急色，却慑于我身后森然列立的暗卫，无人敢动。我垂眸扫过地上那几箱璀璨，随手拈起一只类丝金凤簪，方才仿佛听老夫人言道，这些首饰都归江姑娘，却不知是送给哪位江姑娘。江林一顶着满脸泪痕和尘土，挣扎抬头，祖母自然是给我的。聒噪！我抬脚毫不留情地碾在他头上。恶毒女配！这名头我担得恰如其分。这只凤簪，我扬了扬手中之物，瞧着像是阿欢7岁生辰时本宫亲手赠他的。又拿起一只剔透的羊脂玉镯，这镯子倒像是他8岁那年贵妃娘娘的赏赐。我接连点出10几件，件件来历分明，脚下用力，碾得江林一呜咽不止。
你方才说这些都是给你的。目光转向主位上脸色煞白的老夫人。老夫人，您说这些物件原该是谁的？老夫人嘴唇哆嗦，回禀公主殿下，这些都是给花丫头的旧物，老身替她收着。我满意的颔首。暗卫们立刻上前，将那几口沉重的箱子悉数抬起。你欺人太甚！被死死踩住的江灵一发出含混的哭喊。欺人太甚！我像是听到了极有趣的笑话，笑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格外刺耳。本宫不过是为阿欢拿回他和他母亲的东西，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置回本宫行事？脚下力道又重3分。公主殿下，小女年幼无知，求您高抬贵手，饶了她吧。江夫人终于按捺不住，细行几步，哀声恳求。年幼无知，我挑眉，脚下未松。本宫记得她比阿欢还虚长半岁，比本宫也小不了几天。这般不懂事，本宫今日就发善心，替你这季夫人好生管教管教。刻意咬中的季夫人3字，让江夫人面如死灰。目光掠过桌案上那叠显眼的地契，暗卫1号心领神会，迅速取来奉上。我略翻了翻这些产业，瞧着倒与外祖母当年与姨母的嫁妆单子分毫不差。姨母先逝，此乃阿欢应得之物，本宫便替他先收着了。至于江林素那根破木头簪子，给阿欢提鞋都不配。还有江相那些物件，待他100年，终归是阿欢的囊中之物，留待他自己来收吧，省得他整日赖在公主府无所事事。哟，瞧本宫这记性！我像是才想起什么，悠然抬脚。诸位还跪着呢，都平身吧。江林素几乎是扑过来扶起江灵一，少女满嘴是血，门牙豁了一颗，孤零零地落在尘土里。哥哥，好疼啊！她哭得撕心裂肺。江林素抬头望向我，那眼神淬了毒，恨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你也配直视本宫的脸？江林素的脸被我的护甲刮花了。殿下，江林欢坐在素鱼上，脸色苍白如纸，裹着厚厚的狐裘，却依然透着一股摇摇欲坠的脆弱感。我皱眉，快步走到他身边。你怎么来了？伤没好利索就乱跑，嫌命长。江林欢冰凉的手指轻轻覆上我放在他肩头的手背。你在为我出头，我哪有不来的道理？他的目光转向厅内，扫过面色各异的江家众人，最终落在被江林素护在怀里，捂着嘴瑟瑟发抖，满眼惊恐的江林一身上。江林一对上江林欢，身体猛地一颤，如同见了鬼，把头更深地埋进江林素怀中，呜咽声更大。阿欢给祖母、父亲请安。江林欢的声音很轻。你个逆女！江老夫人冷哼了一声，别开眼道：还好意思回来？看看你把家里搅成什么样子了，还带累我们。江丞相脸色铁青，眼神复杂的在江林欢和我之间扫过，最终还是沉声开口：这些日子你去哪了？为何如此狼狈？江林欢的目光再次落在江林一身上，嘴角勾起。不是姐姐说您下令让我从这个家滚出去吗？还让管家？他顿了顿，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说江家只认江林一一个女儿。他话音刚落，我看向暗卫1号。暗卫1号心领神会，身形一闪，门外立刻传来一声惨嚎。一个穿着管家服饰、满脸横肉的肥胖男人被像破麻袋一样丢了进来。你打的？我居高临下的看着抖如筛糠的管家，管家吓得魂飞魄散，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奴才也是奉命行事。住口！一直强作镇定的江继夫人猛地站起身，厉声打断管家，手指着他，眼神却充满警告。你这糊涂东西，公主面前也敢胡言乱语？你家中父母妻儿都不顾了吗？狗仗人势的东西！这赤裸裸的威胁让管家瞬间噤声，只是惊恐地看着江继夫人，又看看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江夫人这话说的有趣，可惜啊，本宫行事向来不喜讲道理。我微微俯身看向地上的管家，不过本宫给你个机会，供出是谁指使你的，
本宫或许能留你一丝血脉不绝。公主，江丞相终于忍不住，上前一步，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容。都是下官一时气急，或许说了些胡话。阿欢如今没事就好，家丑不可外扬，此事就此作罢吧。至于这狗奴才，下官定会严加惩处，就不劳烦公主费心了。我挑眉，看着江丞相护在季夫人身前的姿态，又看了看他身后紧紧抱着江灵一，对我怒目而视的江灵素，心中冷笑更甚。这家子在他们眼里，从来只包括他们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父亲的意思是，我被打个半死，丢在破庙等死，这事就这么算了。江林欢的声音悠悠响起，带着一丝疲惫的嘲讽。江丞相脸色一僵，刚要开口，江林欢却不再看他，目光转向厅堂角落堆积如山的贺礼，尤其是那几箱被我要回来的本属于他的首饰，以及桌上那叠厚厚的地契。既然父亲觉得是家事，那女儿也不劳烦公主替我出头了。江林欢的声音平静下来，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只是女儿今日回来，是要带走属于我娘的东西。父亲贵为丞相，总不会克扣亡妻的嫁妆，留给外人吧？你……江继夫人脸色煞白，尖声道：“什么外人？我是你父亲的继室，林素也是记在嫡母名下的正经嫡子，这府里的一针一线，记在名下。”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眼神轻蔑地扫过江林素。鸠占鹊巢久了，就真当自己是凤凰了。这偌大的丞相府，这些年是靠谁的钱财支撑运转？江夫人心里没数吗？我指了指那些地契，姨母的嫁妆单子，本宫手里也有一份，要不要现在拿出来，当着太子殿下的面，好好对一对？我的目光转向门口，太子不知何时已站在那里，他身后跟着几个东宫侍卫，无声地散发着威压。皇妹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太子缓步走了进来，声音温和，目光扫过狼狈的江灵一和脸色铁青的江家众人，最后落在我和江林欢身上。江丞相治家自有分寸，些许误会，说开便好。林一声沉，闹成这样，实在不成体统。不成体统？我毫不畏惧地迎上太子的目光。太子皇兄来得正好，本宫倒想问问，这江府管家奉命殴打嫡女，差点致其惨死破庙，算不算体统？江老夫人、江丞相、江夫人伙同江大公子，将原配嫡女的财物、王母嫁妆公然侵占，转赠一个继室带来的女儿，这又算哪门子的体统？还有，我的目光如刀，射向太子腰间悬着的一块玉佩，那玉佩的玉料与江林素刚刚送给江林一的那块如出一辙，显然是出自同一块料子。太子皇兄腰间这玉佩，看着眼熟得很。太子脸上的温润笑意微微一滞，眼神瞬间锐利了几分。他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地点破此事，更没想到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留情地撕开这层遮羞布。皇妹慎言。太子声音微沉，孤与林一不过兄妹之意，玉佩也是母后赏赐，见料子好。想着林一妹妹生辰，便分了一块出来让江大公子转赠，聊表心意罢了。聊表心意？我轻笑出声，笑声里满是讽刺。好一个兄妹之意！只是不知皇后娘娘知晓她赏赐给太子的珍品，被如此聊表心意的转赠给一个声名狼藉，连亲妹妹都要置于死地的女子，会作何感想？太子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公主！江丞相急呼，额头冷汗涔涔。太子殿下息怒，公主年纪小，口无遮拦，请殿下。本宫年纪是小，但眼睛不瞎，心也不盲。我冷冷打断他，寸步不让地盯着太子。江林欢是本宫的人，他今日所受的委屈，本宫记下了。他母亲的嫁妆少一分一厘，本宫就拆了江家一块砖。至于那些暗地里见不得人的心思和勾当，我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太子，又看了看惊惶的江林一和脸色阴沉的江林素。本宫奉劝有些人，手别伸得太长，也别忘了自己姓什么。肯定是太子和皇后利用江家，彻底清除江林欢这个原配嫡女，借此打击我。太子眼中闪过一丝阴鸷的杀意，但转瞬即逝，又恢复了那副温雅模样。皇妹好大的威风！本宫的威风
向来只用在护短上。来人！我扬声命令，把姨母的嫁妆单子拿出来，照着单子，把属于林欢的东西一件不少的给本宫搬回公主府。谁敢阻拦，格杀勿论！暗卫们齐声应诺，气势如虹。江家众人面如死灰，江林一更是吓得几乎晕厥过去。太子静静地看着我，眼神深幽，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那沉默比任何威胁都更令人窒息。我知道今日算是彻底撕破脸了。江林欢坐在素鱼上，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袖，低声道：“殿下，我们回去吧。”他的声音很轻，但眼神却异常坚定。我反手握住他冰凉的手指。好，我们回家。从今往后，公主府就是你的家。至于这里，我冷冷扫过这座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丞相府，该还的债，总会一笔一笔算清的。暗卫们开始有条不紊的清点搬运。我推着江林欢的素鱼，在太子深沉莫测的目光和江家众人或怨毒或恐惧的注视中，昂首离开了。马车里，江林欢为了哄我开心，指着马车里的一箱地契和我说：“殿下，日后我可算得上富翁了。”我别过头去不看他，没一会背后就传来抽泣声，扭头去看江林欢红着眼看着我。我败下阵来，同他说了我在外祖家做的梦，梦中我在途中被山匪拦住了去路，拖延了1日回京，江林欢已经死在破庙里了。我带着暗卫血洗了江家，父皇和母妃保不住我，只能将我处死。殿下别怕，这不是已经变了吗？我才没有怕，只是不想看见你死在我面前，太丑了。马车刚驶入公主府，车轮还未停稳，母妃身边最得力的秦嬷嬷已肃立在阶前。参见公主。秦嬷嬷屈膝行礼，目光扫过素鱼上裹着厚裘、面色苍白的江林欢，眼中闪过一丝疼惜。嬷嬷快起！我心头莫名一跳，快步上前。可是母妃有何急事？秦嬷嬷压低了声音：“娘娘请公主与江姑娘得空回宫一趟。另外……”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几分。方才边关传来密报，3殿下已启程回京，约莫半月后抵京，张副将随行。阿兄要回来了！巨大的惊喜瞬间冲散了我心头的阴霾，连带着江林欢暗淡的眸子也亮了一下。那个莽夫也一起回来了。他若知道阿欢在江家受了这等委屈，怕是要直接提刀杀上门去。我突然一惊，梦中阿兄并没有出现，只有张成副官回来的画面。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上脊背，我猛地抓住秦嬷嬷的手臂。嬷嬷，那密报可确切？我的失态让秦嬷嬷和江林欢都愣住了。秦嬷嬷很快恢复镇定。殿下莫急，密报是800里加急直送陛下案头的，3殿下已出发，路线保密。娘娘也正是因殿下即将回京，才想见见。来不及了，嬷嬷，立刻带我回宫。现在，马上。殿下。江林欢在素鱼上急急唤我，他大概明白了。嬷嬷带着我和江林欢进了宫，关起门来，我将梦一五一十告诉母妃。母妃倒吸一口凉气，脸色也变了。此事非同小可，若真有埋伏，你千金之躯岂能涉险？本宫绝不会允许。我这就去告诉皇上，请皇上速派精锐进军。等父皇调兵遣将，层层下令，再快也要1、2日。父皇还不一定会信我们。皇兄他们走的是官道，必经黑风岭。我不能等。坐在一边的江林欢突然开口：“殿下，您不能去。您是公主，您的行踪万众瞩目。您刚刚回京，若再次离京，太子那边立刻就会察觉，只会打草惊蛇，让暗处的敌人更早动手，甚至可能设下更大的陷阱等着您和殿下。”他的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一半的冲动。他说的没错，太子今日在江府吃了大亏，他和他身后的皇后，还有江家，此刻必然紧盯着公主府的一举一动。我若贸然离京，目标太大。让我去。江林欢斩钉截铁地说：“姨母，您把您的暗卫给我。”江林欢的眼神冷静得可怕，尤其是熟悉地形、擅长追踪隐匿的。我连夜出发，
轻装简行，目标小，没人会注意我去了哪里。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殿下信我一次，您救了我的命，这次换我替您守住最重要的人。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母妃亲自安排。我也将身边最精锐的12名暗卫给了江林欢，又将公主府的令牌和调动沿途秘密驿站的密令塞给他。活着回来，阿欢。我紧紧攥着他冰凉的手，声音干涩。你和阿兄都要活着回来。殿下放心。他用力回握了一下。我还等着殿下替我讨债呢，怎会轻易死了？夜色深沉如墨，一辆不起眼的青布马车悄无声息地从公主府后门驶出。我站在府中最高的望楼，直到那辆马车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江林欢离京的第3日，太子果然来了。公主府闭门谢客的牌子挂了3天，太子终于坐不住了。他先是派人送了帖子，对我以偶感风寒、需静养为由婉拒。接着他又派人送了些药材补品给江家，暗示江家上门来看望江林欢。江家正愁找不到机会发难，江林一掉了门牙，江林素破了相，江家更是被我当众搬空了库房，颜面尽失。得了太子授意，江丞相、江继夫人带着江林一和江林素哭哭啼啼地来到公主府门口，口口声声要见不孝女江林欢，要她给姐姐和兄长赔罪。暗卫2号面无表情地将他们拦在府外。公主有令，江姑娘重伤未愈，需静养，任何人不得打扰。江继夫人立刻哭嚎起来：天杀的！公主殿下，您行先好，让我们见见花吧。她姐姐被他害成这样，她总要出来说句话啊。她是不是心虚不敢见人？还是你们把她怎么了？他们的哭闹引来了大批百姓围观，议论纷纷。太子的人影在人群中推波助澜，一时间，公主强掳丞相嫡女，江二小姐毒害亲姐畏罪潜逃之类的流言甚嚣尘上。府内，我焦躁地在厅中踱步，外面江家的哭嚎声隐隐传来，如同魔音贯耳。暗卫3号低声道：殿下，江家如此闹下去，恐对公主府声誉不利，是否让他们闹？我烦躁地挥手，本宫倒要看看他们能闹出什么花样来。阿欢那边可有消息？暂无。就在这焦灼时刻，秦嬷嬷再次匆匆入府，脸色比上次更加难看。殿下，太子殿下带着陛下和贵妃娘娘的銮驾朝公主府来了。我心猛地一沉，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太子果然利用这3天我不见客、江家闹事的机会，在父皇面前做了文章。公主府大门打开，皇帝的龙辇、贵妃的凤鱼以及太子的车驾威严地停在府门前。江家众人如同见了救星，哭嚎得更加凄惨。我深吸一口气，整理好衣冠，缓步走出府门，在阶前盈盈拜道：儿臣参见父皇母妃，不知父皇母妃驾临，有失远迎，请父皇母妃恕罪。目光平静地扫过太子那张看似温润，眼底却藏着冷芒的脸。皇帝脸色不愉，沉声道：平身，朕听闻你身体不适，闭门谢客多日，太子忧心你，又见江爱卿一家在此哭诉，说林欢丫头自入你府便杳无音信，恐有不测，朕与你母妃特来看看。林欢丫头何在？让她出来回话。贵妃站在皇帝身侧，眼中满是担忧，对我轻轻摇头，示意我莫要冲动。太子适时地开口，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皇妹，江二小姐毕竟还是江家的人，她若在府中安好，便让她出来一见，也好安江丞相夫妇之心，平息流言。若她不在……她意味深长地顿了顿。皇妹也该给父皇和江家一个解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江林一捂着脸，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怨毒和得意。我抬起头，迎着父皇审视的目光，声音清晰而平稳：回父皇，江姑娘却在儿臣府中。哦，那便唤她出来。皇帝命令道。我微微一笑，转身对府内道：阿欢，父皇和母妃还有江大人都来看你了，出来见礼吧。几息之后，一个纤细的身影在侍女的搀扶下
缓缓出现在门口。他扶着门框，似乎站立不稳，对着阶下的帝妃和众人，艰难地缓缓地屈膝行礼。臣女江林欢参见陛下，贵妃娘娘太子殿下。声音细若游丝，带着病中的沙哑，仿佛下一刻就要晕厥过去。正是江林欢。江家众人如同见了鬼，江林一更是吓得往后一缩，指着江林欢：“你怎么？”太子眼中也瞬间掠过一丝难以置信的惊愕，但立刻被他掩饰下去，眉头微蹙，似乎在判断眼前人的真假。皇帝和贵妃也愣住了。贵妃最先反应过来，心疼道：“快起来！你这孩子怎么病成这样了？快扶进去！”谢娘娘。江林欢被侍女扶着，虚弱的起身，目光怯怯地扫过江丞相和江继夫人，带着恐惧和委屈。父亲，女儿真的没有害姐姐，女儿当时也快被打死了。说着，眼中便蓄满了泪水，摇摇欲坠。围观百姓中立刻有人小声议论：“看江二小姐这样子，风一吹就倒，哪有力气害人？就是江家那位大小姐看着可壮实多了。”江丞相和江继夫人脸色铁青，被噎得说不出话。他们总不能当众说江林欢是假的。太子反应极快，立刻换上关切的神色。原来林欢妹妹在府中养病，看来是误会一场。姑与父皇母妃也是担忧你的安危，既然无事，便好生休养。他转向皇帝父皇，既然江二小姐安在，江家之事看来是家务误会，不如……陛下，贵妃娘娘，太子殿下。一个清亮而急促的声音骤然响起，打断了太子的话。只见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身影分开人群，踉跄着冲到御驾前，扑通一声跪下，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嘶哑和巨大的愤怒：“末将张成，三殿下遭遇大批伪装成山匪的精锐死士伏击，他们用的是北狄弯刀，训练有素，招招致命。若非士兵们拼死相救，末将与殿下早已……”什么？皇帝勃然变色，猛地从龙辇上站起。贵妃更是惊呼出声，险些晕倒。太子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林慎猛地抬起头，双眼赤红，从怀中掏出一个染血的布包，高高举起。末将擒获一名头目，此乃从他身上搜出的令牌和与北狄往来的密信，还有……他仇恨的目光如同利剑，直射向太子。此人招供，指使他伏杀三殿下的，正是东宫禁卫副统领，用的是太子的手令。他猛地指向太子：“太子殿下，您勾结北狄，戕害手足，意欲何为？”如同平地惊雷，整个公主府门前死寂一片，随即爆发出巨大的哗然。皇帝的身体晃了晃，死死盯着张成手中那染血的证物，又猛地看向面无人色的太子。他颤抖着手指着太子：“逆子，你……父皇，儿臣冤枉，这是栽赃，是老三和张成勾结北狄陷害儿臣。”太子仓皇跪倒，语无伦次的辩解：“栽赃。”一直虚弱的靠在门边的江林欢，此刻挺直了背脊，脸上再无半分柔弱。他冷冷地扫过太子，目光最终落在面如死灰的江丞相和江林素身上，声音清晰而冰冷，响彻全场：“太子殿下，您与北狄二王子在醉仙楼密会3次，每一次都是江大公子江林素亲自安排的暗道。您许诺北狄，若助您登基，便割让北境3州。这些需要我把人证和账册都呈给陛下吗？”他的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太子和江家。皇帝暴怒的声音如同9天雷霆：“来人，将这逆子拿下，打入天牢，严加看管。江家知情不报，勾结外敌，戕害皇子，给朕拿下！抄家，彻查！”禁军如狼似虎地扑上。太子颓然瘫倒在地，眼中只剩下绝望的灰败。江林素猛地抬头看向江林欢，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恨有惧，最终化为一片死寂。江林一和江继夫人早已吓得晕死过去。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在皇帝震怒的咆哮中终于落幕。尘埃落定，我快步上前，紧紧抓住江林欢冰冷的手，
感受着他身体微微的颤抖。他对我虚弱地笑了笑，无声地动了动嘴唇。殿下，幸不辱命。三皇子虽在张成和江林欢的拼死救护下捡回一条命，却也受了不轻的伤。他并未急于露面，养伤期间，只需将那些触目惊心的证据摆在朝中素有清明且对太子早有不满的重臣面前，再点名太子勾结外敌，动摇国本的滔天大罪。这样不用露面，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以御史大夫为首，数位德高望重的老臣联名上奏，痛陈太子10大罪状，桩桩件件，证据确凿。曾经依附太子的党羽更是面如土色，纷纷跪地请罪，以求自保。太子临续，失德败行，罪恶滔天，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即日起，废为庶人，捐进宗人府，非诏不得出。其党羽一律严惩，绝不姑息。江家作为太子最重要的外戚党羽，首当其冲。在皇帝下达对江家最终处置的旨意前，我带着江林欢去见了父皇。御书房内气氛凝重。江林欢，皇帝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此次你立下大功，揭发逆案，朕心甚慰。你想要什么赏赐？江林欢深深叩首，声音平静无波。臣女斗胆，恳请陛下恩准，将王母嫁妆单子所列之物发还臣女，以慰王母在天之灵，一全臣女一片孝心。他的话合情合理。皇帝沉吟片刻，江家超出的财物堆积如山，其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标记着原属于江林欢生母的嫁妆印记。对一个即将一无所有的孤女来说，讨回王母遗物，确实是最体面也最无法拒绝的请求。准。皇帝点头，谢陛下隆恩。江林欢再次叩首，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走出御书房，阳光有些刺眼。我和江林欢沿着宫墙缓缓而行。阿欢，我停下脚步。江家今日男丁流放3000里，女眷没入教坊司，你要去看看吗？江林欢的目光投向远处高耸的宫墙，那里隔绝了外面世界的喧嚣与残酷。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最终，他缓缓摇了摇头。殿下，帮我一个忙，给江丞相下毒。我点头答应下来。下什么毒？江林欢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下我母亲当年中的那种毒。他逼死了我母亲，抢走了她的一切，还纵容别人作践我。他欠我母亲的命，欠我的债，让他用同样的方式还回来，这是他应得的结局。贵妃的寝宫弥漫着清雅的梨花香，母妃斜倚在软榻上，指尖捻着一枚白玉棋子，棋盘上黑白交错，局势微妙。我将在御书房的事情以及江林欢所求都告诉了母妃。母妃听完，神色未变，只轻轻落下一枚白子，发出清脆的声响。阿欢那孩子心思倒是比你狠，也比你沉得住气。她淡淡评价了一句，随即道：那毒药本宫记得库房里还有些，明日让秦嬷嬷取了，送去公主府。是。我应下，犹豫片刻，还是问道：母妃，皇后那边您只是让她禁足？废太子被圈进宗人府，皇后作为生母，自然受到牵连。母妃以雷霆手段，借着彻查东宫余孽的由头，将皇后身边的亲信爪牙拔了个干净，又以教子无方，心绪不宁为由，请只让皇后在凤仪宫静养，非诏不得出，等同于变相软禁。凤仪宫内外如今全是母妃的人。母妃轻笑一声，对于她那种人，死太痛快了。她抿了一口茶，目光重新落回棋盘，语气平淡。她一生最重权势、地位，还有她那引以为傲的儿子。如今太子废了，圈禁终身，生不如死。这种钝刀子割肉，清醒地看着自己失去一切，希望全无的日子，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地狱。让他活着，比让他死了更解恨。寝宫内一片寂静，只有香炉里檀香燃烧的细微声响。我看着母妃平静无波的侧脸，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深宫妇人那不动声色，却能蚀骨焚心的恨意与手段。江林欢要将丞相在清醒的痛苦中腐烂，母妃则要皇后在无望的囚笼中煎熬。
他们都在用最残酷的方式让仇人偿还血债。从母妃宫里出来，回到府里，阿欢正在花园里弹琴，看着他苍白却坚毅的侧脸，我知道那个在破庙里等死的江林欢已经彻底死去了。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